朋友伤心时，你说别哭了，大错特错。安慰人是个技术活，说错一句关系直接崩盘。听完老吴今天的话，再也不会把安慰变成火上浇油。本期话题，安慰人也是个技术活。有句俗语啊，叫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居其八九。就是人一辈子呀，咱碰上点坎坎坷坷的、磕磕绊绊的事儿啊，很正常。想走出来呢，有的时候也不大容易。这个不仅需要我们自己的意志力要强大，而且也需要身边的朋友帮忙。这个帮忙呢，有几种情况，有务实的，有务虚的，有虚实兼顾的。咱说这务虚的呢，其实主要指着你遇到点坎坎坷坷的时候呢，朋友对你的安慰。而这个安慰呢，也不光完全是虚的，有时候呢虚实兼顾。有的人说，那安慰人还不容易吗？不就是说点好话，让他舒服舒服啊，这个让他感觉呀，有人关心他，爱护他，让他觉得温暖。其实我告诉大家，安慰人可是个技术活，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弄不好啊，他觉得你虚头巴脑，甚至呢，你看我走点背字了，你说是安慰我，你这不笑话我呢吗？所以怎么样安慰人，这个是技术活，这个需要很高的情商。今天呢，咱就给大伙说说安慰人怎样才能做到行之有效，让对方觉得温暖，而且也确实的能从心理上和实际上都帮他忙。那么咱们先得给大伙分析一下，人呢什么时候需要安慰。其实就三种情况，就是伤心的时候、内疚的时候、失败的时候。这三种情况下特别需要安慰。咱们分头给大伙说。咱先说伤心。人在伤心的时候你注意有一点，你安慰他，你要当他的影子，别当他导师。有人说不当导师好理解呀，就说别教训他，好好的顺着他来。但这影子怎么理解呢？咱给大伙说说。人伤心的时候呢，往往这么四种表现。一个是哭，一个是逃，还有一个是闹。咱们说这哭、逃、闹这几种情况还都属于就是相对来说很正常的表现。还有的人呢，愿意说就不断的跟你倾诉，不断跟你磨叨。所以这四种表现呢，一是哭，二是逃，三是说，四是闹，这四种情况。那咱该怎么安慰呢？咱先说这哭。他哭的时候你就鼓励他哭，让他发泄，你别说那狠话来堵他。你比方说说你这个朋友刚跟他对象分手，在那哭呢，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用狠话来刺激他。我们这东北人呢，有时候好犯这毛病。比方说你跟你闺蜜关系很好，她呢跟对象分手了，正在那哭呢，你来狠话了。我举个例子，你听听熟悉不熟悉？你说你哭，你还有脸哭这不你自找的吗？当初你俩处对象的时候我就说了，那人不行，要长相没长相，要钱没钱，你说你图啥？你是不是贱？大伙听听这话，你是不是觉得耳熟？你身边肯定有这么安慰人的，说不定你就曾经这么安慰过你闺蜜。但是这话呢，虽然说的挺恶毒呢，说白了这好朋友才能说这话，就你心还是热的。可是在这个时候，你这就不是温暖了，就变得有点烫人了。这时候你这朋友呢，被你这么一安慰要不就哭得更厉害了，要不就得反过来骂你，我的事不用你管，你还不如我呢，你瞅你那对象长得跟小猴崽子似的。你看他可能来气了，这时候你要再接着说我拿你当朋友我才这么说，像你这样我根本不管你了。完了，俩人掰了。你说你这安慰他，这活让你干的。所以这是典型的好心办坏事。人家分手正闹心呢，你不说说是好好的安慰，反而数落人家男朋友这不好那不好，而且人家将来没准俩人还能和好呢。你这一说，你把人家找朋友找对象的眼光彻底给否定了。你说说你这样下去怎么弄？你这朋友可能会觉得你看不起他，你的好意就完全被曲解了。其实人在哭的时候，最好的安慰是什么呢？你也不用说什么，
你就是静静的陪着他啊。你看他很伤心呢，你就抱抱他，给他点安全感，或者说给他端杯热水，给他拿毛巾什么的。等他发泄完了呀，你再帮他想具体办法，再去安慰他。所以这是告诉大家怎么安慰这个伤心时候哭的。那么第二种情况呢，有的人伤心呢，也不哭也不闹也不说，他呀逃避现实，我躲着。所以他要诚心躲着，你千万别跟他就事论事，揭人家伤疤。我举个例子啊，前些日子有个新闻，很多朋友都看了，说那个上海搞了一次这个维密大秀，就那顶级的模特在那展示，这些人还漂亮，身材还好，服装还好看。这时候咱们中国有个模特呢，叫奚梦瑶，在众目睽睽之下呀摔倒了，这是维密大秀上非常致命的一个失误。那么下台之后呢，这奚梦瑶就哭了，哭的那叫伤心。但是他作为公众人物呢，还不得不跟外界有个交代。于是这个奚梦瑶在微博上解释一下，完了他就不吱声了，人就躲了。那对于这个事儿呢，娱乐圈有很多人呢都表示安慰。你包括你看那个好声音出来那吉克隽逸，他呢是这么安慰的，他说我家宝贝啊，就是摔了一个世纪时髦摔，怎么样？大长腿就是不方便呐，你继续骄傲的迈踏步向前，爱你啊。这话你听着吧，挺诙谐挺幽默。我估计吉克隽逸初衷呢也是要缓出些紧张气氛，想逗这个奚梦瑶开心。但是啊，这话听起来就不舒服。为啥呢？人家奚梦瑶躲着不想再就这事纠缠，结果呢吉克隽逸呢等于把这伤又给揭开了，又提到摔倒，还配上世纪时髦这样的形容词，那其实使奚梦瑶这次痛处啊被放大了，是加深了。因为维密这个舞台上啊，你这种失误是个大错误，你还用来调侃这错误，就显得呀不那么尊重，甚至隐含着点幸灾乐祸。所以这个你会让当事人呢更加难堪，就人家在逃避，你偏去揭这伤疤，你再怎么幽默调侃都有可能引起误解。所以跟吉克隽逸相比呢，这个奚梦瑶另一个好朋友陈学冬，他的做法就好很多。他作为奚梦瑶的好友呢，第一时间表示了关心，而且在自个儿微博上贴了一张奚梦瑶脚上的照片，就是脚崴了一下，嘱咐他先养伤。意思是什么呢？不管外面怎么说的，再大的事儿也比不过你这脚伤。这个做法很暖心。为什么呢？奚梦瑶这时候逃避现实不发声了，陈学冬把注意力转到奚梦瑶的脚伤上，就告诉你逃避就逃避，你把脚伤养好，别管什么那个 T 形台上这个那个。所以这个跟奚梦瑶当时想要躲的想法是吻合的，而奚梦瑶心里呢一定也是接受的，因为他转移了舞台上的注意力，把失误呢转移成自己受伤。所以我说，当对方要逃的时候，你呢得帮他忙，别接着伤疤，别再直接呛人肺管了。所以这是对付伤心之后要逃避的人，你怎么安慰他？这是一个哭一个逃。第三个呢是说，就是倾诉。有的人呢伤心之后他不逃避，他反而越伤心呢越要跟你说。那好，作为朋友怎么安慰呢？你一定要做一个很好的倾听者，他不管说啥呀，你照单全收，你也别打断他。再一个呢，你也别顺着他往下说呀，跟他比惨。你比方说这朋友跟你难过说倾诉伤心了，结果呢你呢，我也跟你一样啊，我当年还不如你呢，我比你还惨呢，我当时让人坑的，我当时让人给踹的，人家把我给伤的。千万别说这话，因为你这么一说呀，他绝对不会因为你比他还惨他就开心，因为他这时候他正处在觉得自己惨的状态当中，所以他反而会觉得呀，你跟他比惨，那说明自个儿的惨呢在你眼里不值一提了，这样他就会很沮丧。所以你像咱们就两口子都是这样，你回到家往沙发上一瘫，你特别累，我累呀。这时候你比较讨厌听到的是什么呢？你的另一半说你还累，我比你还累呢。所以其实你这么一说，等于剥夺了人家宣泄情绪的权利，意思你还有什么资格，我比你都惨，你干什么？所以他要跟你倾诉你就听，你别跟他比惨。
这是我们说第3种情况。第4种情况，伤心之后呢，有的人呢，他愿意闹，他要闹啊，你就让他闹。你比方说人一伤心呢，怎么闹呢？有的人喝酒，有的呢疯狂购物，寻求心理安慰。咱们看不少电视剧里都有这桥段。如果要是你旁边的朋友是这种表现，你呀，别当那个家长，当导师，教训他啊，教育他，别这样，你也别制止他，你呀就跟他一块疯。他要喝多了呢，你就负责把他安全送到家。他要在那疯狂购物呢，你就替他把关，你让他少花点冤枉钱，让他事后啊少点后悔。所以他胡闹了这么一段时间之后啊，他自个儿就受不了了，自然恢复理智了，伤心就减轻了，你这安慰呢也就起到效果了。所以你看，咱们刚才给大伙说的，他哭的时候你就让他哭，他逃避的时候你就让他逃，他倾诉的时候你就让他说，他闹的时候你就让他闹。当然你来把握这个边际。所以伤心之后最好的安慰就是由他去，你给他控制好这边儿，千万别这时候呢堵他，当，你给他当导师。哎，你这时候就跟着他。就伤心之后最好的安慰是什么？陪伴，而不是教育教训，当导师那讨厌死了人。所以说伤心之后的安慰是当好影子，别当导师。那么第2种情况，内疚的时候你注意，安慰他要当好军师，给出主意，别当裁判。什么意思呢？第一个啊，他内疚的时候你安慰他，你得找理由让他减轻内疚。人之所以感到内疚呢，他是因为觉得自己啊犯了错了，给别人带来伤害和损失了。这个时候你要安慰他，你先要找一个理由减轻他的负罪感。这个不是帮他撒谎，也不是说就给他找宽心丸，是这个时候让他呀稍微能够把负罪感减轻之后呢，他能更理智的面对现实。就是先帮他减轻负担，让他心里边先松快松快。你看咱们以前也举过这例子，今天给大伙细说说《红楼梦》里头，王夫人有个丫鬟叫金钏。有一回这金钏跟宝玉啊开玩笑，王夫人就觉得这丫鬟啊在勾引宝玉，所以就骂了金钏。结果这金钏一时想不开跳井了，王夫人心里特别内疚，就要找个人倾诉一下。正好这时候薛宝钗过来了，这薛宝钗情商可高，王夫人就对薛宝钗说呀，这金钏啊这不怎么的，你说投井死了。薛宝钗说他怎么好好的投井了呢？王夫人说呀，原先他把我一件东西弄坏了，我呀一生气了我就打他2下，我就把他撵走了。我只说就是生他气把他撵走了，其实过2天我还把他叫回来，谁知道他气性这么大，投井死了，你说这不是我的罪过吗？宝钗就说，哎呀姨呀，你是个慈善人，你就这么想，在我看来啊，他不是生你的气跳井了，多半是什么呢？他在井前玩，结果一失脚自个儿掉下去了，他自个儿不小心。他在你身边拘束惯了，出去以后呢，他想疯玩一下子，所以他不会那么赌气，生那么大气。再说他要真生大气投井了，那是他自个儿糊涂。你这点事儿，你说主子骂骂奴才怎么了？他还生气跳井了，所以跟你也没什么关系。你看看这番话说的，真给王夫人开脱。因为这种事儿啊，王夫人作为当事人呢，心里肯定不好受。王夫人这么说呢，有明显自个儿埋怨自个儿的意思。所以薛宝钗呢，先说王夫人你是个慈善人，把这个罪过啊，你往自个儿身上揽，所以你不值得，这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所以他要减轻王夫人内疚感。然后呢，他再说金钏投井啊是失足落井，这就转移了王夫人的心理压力。这件事呢，薛宝钗呢当然有这个包庇王夫人的嫌疑，缺少点对金钏的人道关怀。但是他作为王夫人的外甥女儿呢，这么安慰自个儿的姨呢，他是可以理解的。所以我们生活当中碰到这样的事儿啊，你不能说这么安慰人呢就是没有原则。我再举个极端例子吧，比方说你有个朋友，他有些生活当中的事儿跟自己的母亲吵架，结果把他母亲心脏病给弄犯了。你想你这朋友在医院里边，这时候得多内疚。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这么安慰他，
你说呀，这个你母亲呐，就我阿姨呀，本来心脏就不好，原来就有这病，就是一直没发现。你说这是你跟她吵架，她心脏病发作了，你在现场马上给她送医院了。你说要不是你跟她吵架，她自个儿在家心脏病突然犯了，你可怎么办？那连抢救时间都没了。所以说虽然这回阿姨挺生气，但是通过这个事儿啊，把她这隐患呢咱知道了，今后注意，这算因祸得福。我相信你这么说完呢，你朋友心里就会好受很多。但接下来咱不是说完拉倒了，你会帮他想办法，找一些弥补机会，比方托关系找着好大夫啊，帮忙照顾一下老人呢，然后找机会呢把这娘俩的心结给解开呀。所以这是一系列的，我前面说这个呢它就是个铺垫。所以说除了我们前面说的帮他减轻内心的负罪感，减轻内疚以外呢，接下来还要想办法呢帮他弥补一下损失。你比方说这个薛宝钗安慰完王夫人之后，主动帮王夫人想办法弥补损失。你看他说这个姨娘你呀也不必就是觉得这事儿就放不下，你多赏他家几两银子啊，尽主仆之情，多给点钱。王夫人说刚才我赏了他娘50两银子，本来呢是要把这有些新衣服拿去给金钏当装过，就说当寿衣。可谁知道呢，这边也没有什么新做的衣服。但是你林妹妹就林黛玉啊，那倒有衣服，可是呢你说林黛玉身子骨也不好，三尖八难的，再说把自己衣服拿去给死人当寿衣，你忌讳这个。所以你看这个事儿，现在我就想再多给俩钱儿，而且金钏平常呢虽然是个丫头，但我待她跟我女儿也差不多。说着王夫人还掉眼泪了，薛宝钗赶紧说姨呀，你这会儿叫裁缝赶呐也来不及了，你这么着吧，我这做了2套新的，还没怎么穿过呢，我之前拿多省事啊。再说以前呢这金钏也穿过我的旧衣服，我们身量还合适。王夫人说那这样你不嫌忌讳吗？你看你把你新衣服拿去给死人穿，姨我不计较这些啊。你看宝钗回头就把衣服拿来了。你说这事薛宝钗做的主动的给王夫人出主意，说给他家多拿点钱。第二个，主动解王夫人燃眉之急，把自己的新衣服拿来给这金钏做寿衣。后来他还帮王夫人料理金钏后事。你说是这么安慰人，这情商多高，想得多周到。所以说朋友内疚的时候，减轻他负罪感，接着想办法呢帮他解决问题。这些事都过去之后，你对内疚这朋友还要干一件事，就是你要给他敲警钟，提醒他今后别犯这样的错。这问题都解决了，你得找机会跟他说你呀错在哪儿了。你有前面呢安慰他和帮忙垫底儿这朋友对你就会特别相信，特别信服。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毫不留情的批评他，让他对这个事儿记忆深刻，确保我今后不再犯。所以事情到这个地步，安慰人这事儿就算非常圆满的完成了。所以咱们说内疚的朋友你要安慰他，分3步，一个是找理由，第二个是想办法，第三个是敲警钟。这才是完整的这个一套办事方法。那么咱们说了这个伤心的时候怎么安慰，内疚的时候怎么安慰，咱最后再说说失败的时候怎么安慰。失败的时候你安慰的时候要给他当后盾，你别当看看，别当在那看热闹的。什么意思呢？他失败的时候需要安慰，你要给他鼓励，让他直接面对失败，不是逃避。这时候人失败的时候主要表现是什么呢？萎靡不振自我抱怨。这个时候呢你再多的好话同情话那不管用。你说你不容易怎么，他只会觉得他自己更可怜。所以说人失败的时候和他伤心内疚的时候不一样，你的态度要强硬，你不能就是软的。为啥？你必须刺激他振作起来，要么是骂醒他，要么是点醒他，让他觉得可以直面失败，觉得失败这事儿呢很正常，没有必要就此一蹶不振。你看《三国演义》有这么个情节，就是赤壁之战失败之后，谁最需要安慰？有人说曹操，不是，曹操的心理很强大。相反，曹操手底下的人
原来雄赳赳气昂昂跟着曹孟德83万兵丁50亿员上将，觉得拿下江南6郡81州那是玩似的事儿，没想到这场大败这个惨呐，被给烧的呀，火烧赤壁。所以曹操这时候最需要的是鼓舞士兵士气，安慰下边的人。你看曹操怎么说的呢？他败成这个惨样了，他说将者如同医者。什么意思？就我们带兵打仗啊，这帮人啊就跟当大夫似的。当大夫呢，你面对的疑难杂症，你不会看的病越多，你的医术就越高明。说白了就是你失败的时候越多，你的医术就越高。为什么呢？你通过看不明白的病，你长了能耐了，刺激你学习，检讨自己，发现新的问题。那么带兵打仗也是如此啊，天底下没有百战百胜的将军。你输了之后，你就知道自己该怎么打胜仗。你看这回啊，咱们83万兵丁精溃难止，结果让人家孙刘两家联合起来呀，还不到10万兵丁呢，给打成这个样。为啥输这么惨？这么些年了，你们各位跟着我呀，净打胜仗了，胜仗打的太多，结果弄得咱骄傲了，咱轻敌了。你说尤其是我曹孟德，居然黄盖施苦肉计，砍则下，诈降书，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诡计，我都没能识破，造成东吴啊火攻得手。由此看来，这个时候啊，是到了我们该吃败仗清醒的时候了。只要我们没全军覆没，各位没说都丢了性命，咱北方还这么大地盘，还是咱的呢，这就行。就这个时候，这败仗来得非常及时，让我们清醒，让我们冷静。结果他下边人一听这话，士气大振，效果非常好。其实曹孟德这段话是特别有技巧的，就安慰人是真有一套。他一个是说呢，失败很正常，打败仗无需自责，现在失败是为日后成功咱们做积累。第二个说呢，错在我呀轻敌，检讨自己，失败是必然，所以你们各位啊要引以为戒，日后更加努力。这就是所谓当领导的恩威并施，免责的时候还不忘督促，这样的安慰效果非常非常好。你看咱们再说《西游记》里边，孙悟空就做了一次类似的安慰。就唐僧啊取得真经之后呢，这个真经啊掉到河里了，把这个捞上来之后呢，铺到石头上晒干，晒干收起的时候啊，有几页经书就粘在石头了，这一撕，这经书坏了，就不全了。唐僧说：“你说我这西天求取真经，最后还有几页这真经不全了，你这，哎呀，你说我这多失败。”这时候孙悟空啊，如果孙悟空也在那唉声叹气，哎呀，咱991难，整来经书都不全，你说唐僧啊得懊悔到什么程度？结果这时候孙悟空怎么安慰的呢？师傅，不在此，不在此，盖天地不全，这经书原来是全的，如今破了，那就是对应天地之不全，不是人力所能为啊。孙悟空什么意思呢？说这天地本身就是不完美的，你这经书缺2页呢，也迎合了天地不完美。你天地都不完美，你说咱们哪有那么大力量让所有事都完美？其实这个就是减轻唐僧的负担，利用唐僧对天地的尊敬来告诉他，咱能力没那么大，别为这个事儿啊感到这个闹心揪心。所以唐僧呢，自然就认清了这个事情的本质，他就不纠结了。所以你看孙悟空这时候安慰人，就是我前面说的，当这人失败的时候呢，你要给他讲番大道理，让他正确认识成功失败是怎么回事。所以说这个呢，就我们说的呢，当他失败的时候呢，你要当他的后盾，往前推他，别做看客，别说一些个无关痛痒的话。当然呢，你还要人失败的时候呢，用言语安慰啊，暂时让他清醒面对。要进一步解决他问题呢，你就得找到他痛点所在。什么痛点呢？你得真正的给他帮助，帮助他渡过难关。痛点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一个钱，一个机会。什么意思？我举个例子啊，1997年这个香港那个金融风暴，香港有个演员叫张卫健，巧了，张卫健演过孙悟空嘛。张卫健当时呢做生意亏本了，面临破产，很多这个朋友啊就口头安慰，都不愿见他，为啥？怕他借钱。只有这时候刘德华作为他朋友主动上门，也没说什么太多安慰的话，直接借钱给他。你想这时候对马上要击垮的张卫健来说呢，这是非常大的安慰。不光这样，后来呢，刘德华帮他找工作，
给他接气，让他挣钱。这样张卫健很快从失败的情绪当中走出来。虽然刘德华就帮过张卫健这一次，但张卫健一辈子都忘不了。他说没有刘德华的安慰啊，自己当时就垮了，说不定就跳到湘江里死了都不一定。所以你看，就是安慰过后呢，你让他正确认识失败呢，你还得给他机会。这个借钱是一方面，给他找机会，这是连贯的安慰。所以咱们看呢，这种安慰方式呢，就当他失败之后呢，也是分3步，一个是讲道理，让他清醒；第二个是给资助；第3个是送机会。你看今天我给大伙总结的啊，大家记住，这个人在伤心、内疚和失败的时候，你安慰他的技术活体现在什么方面呢？就比方说，第一点，他伤心的时候呢，你要由他哭，由他闹，由他逃，由他说啊，就当他身边陪伴的影子，你别当导师教训他，让他把这个心理难受期度过，这是伤心。他要内疚的时候呢，你安慰他呢，你要给他当军师，你呀别当那裁判。什么意思呢？你要找理由啊，让他减轻自己的内疚，然后想办法啊弥补他的损失，最后敲警钟，让他不要再犯错误，当好他的军师。那么他失败的时候，你安慰他，要当他坚强的后盾，别说些无关痛痒的话当看客，先给他鼓励，让他直面失败，然后给他援助，帮他渡过难关，最后再给他机会，想法让他东山再起。这个呀才是真正的朋友。我们说朋友是我们一生最大的财富，无论谁都需要安慰，咱们要尽其所能啊，帮助需要安慰的朋友渡过难关。你怎么对他，他就怎么对你，因为说不定哪天呢，你也跟他一样有需要安慰需要帮助的时候。所以我说把安慰这技术活做好，利己利人。本期话题，怎样熄灭心中的怒火。网上有那么一段对话呀，想必大家都很熟悉。2个东北人之间对话，你瞅啥？瞅你咋地？你再瞅一个试试。那结果是什么呢？俩人就打起来了。很多人拿这个呀当做一个笑话来说，东北人呢脾气暴躁，性如烈火啊，因为不值当点小事儿，你说随便就说这么2句就能动起手来。你看着这个是有点夸张，这例子其实大家想想，何止东北人这样，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过这样的事儿？为了一点不值当的小事儿，鸡毛蒜皮点事儿，一下这火腾就上去了，然后就没控制住自个儿，或者是爆吵一架，或者是大打出手，甚至造成了一些非常不必要的悲剧后果。所以这个事儿啊，我想对于我们现在很多朋友，尤其是年轻人，恐怕这种事情发生应该不是偶然的，甚至不是1回2回。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？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，年轻人啊背负着很大的压力。其实也不光年轻人，你包括一些中老年人啊，为子女担心呐，为养家糊口啊费劲呐。那年轻人就更是了，考学的压力，大学毕业应付就业的压力，然后上班工作的时候环境完全和以前不一样了，面临一些复杂的人事关系。所以人这时候有压力啊，他精神上这弦就绷得很紧。而这时候个人情绪啊，就像那导火索似的，碰到这绷紧的弦，啪就可能着了，就可能呢怒发冲冠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怒火呀，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呀，你都得想法让它灭了，因为它要不灭呀，就可能给你酿成很大的祸事。你别说是咱们这普通人，你就说一些了不起的人物，咱比方说虎门销烟的林则徐，说他在这个屋里边搁的座右铭是什么呢？有人说吗？他不说有容乃大，无欲则刚吗？那只是其中一个。他还有一个2个字的座右铭搁在这个办公室里边，叫什么？制怒，就是要控制自己愤怒的情绪，避免自己一时冲动做出不恰当的决策。所以你看，连大人物他同样要面临这问题。所以今天呢，咱们这期4大名著轻上课呢，给大伙说说怎么样熄灭心中的怒火，让自己做一个理性的人，让自己不再冲动，不再因为冲动给自己带来太多的负面的影响。那么我们说这个心里头有气儿，你才会发怒。那么很多人发怒呢，说我控制不了我自个儿，因为这口气我得出，我憋着难受。所以咱首先给大伙说说，
你心里头有气儿啊，能不能憋住，能不能忍？很多人说，那咱要把这口气忍下来，咱是不是就没这些事儿了呢？你看咱们原来有句话吗，叫忍一时风平浪静，让一步海阔天空。有人说，你看这不就是吗？忍一时让一步，这事儿就过去了，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吗？其实我告诉大家，你注意这个词儿，忍一时让一步。你让那一步啊很小，才一步，你忍那个时间很短，才一时。所以这里头两个关键词儿，一时一步，说明什么呢？你只是能暂时的控制住局面，你只是暂时的把这股火憋在心里，并不代表啊这事儿就过去了。而且你这么一忍再忍呐，早晚要出事儿。就你没有消解这火，这火还积攒着呢。就好像这大海上啊，你看着风平浪静，如果它要是挺长时间一点风浪都没有，接下来我告诉你，十有八九这飓风台风就要来了。就像你一直往后退到悬崖边上了，你还怎么退？你再往下退，直接就摔下去了，就粉身碎骨了。所以说这个忍不是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，你忍只能忍一时，负面情绪攒到一定程度，面临爆发的时候你憋都憋不住了，而且这时候一爆发就是个大的，它的危害会更大。所以心里的怒火你不能完全靠忍来解决。我们在四大名著里边可以找到这样鲜活的例子，你比方说水浒里头那豹子头林冲，他这辈子其实啊就毁在这个忍字上。咱们熟读水浒的朋友都知道，说林冲是怎么上梁山的，林教头封雪山神庙，他怎么跑到山神庙那儿去了呢？那是发配到沧州。他为什么发配到沧州呢？是被高俅给陷害的。为什么被高俅陷害了呢？因为高俅他干儿子要害他。为什么高俅干儿子要害林冲呢？高俅他干儿子看上了林娘子，看上了林冲的媳妇儿，所以他为了得到林冲的媳妇儿呢，想方设法迫害林冲，这才有后边雪夜上梁山。所以你看什么陆谦呐、高俅啊这些的陷害，主要是从高俅的干儿子看上林冲媳妇儿开始的。但是这个事情呢，如果林冲一开始就能够有效的爆发一次解决一下，而不是一忍再忍，可能后边很多问题啊就不会出现。你看咱们说啊，高衙内他头一次调戏林娘子，在大街上看着林娘子，哎呀小娘子长得漂亮，上前呢就不规矩了，正好让林冲啊给看见了。中国古时候啊，男的有两大仇，一个叫杀父之仇，一个叫夺妻之恨。所以你碰我的老婆，这还了得吗？这奇耻大辱啊！尤其林冲那是有两下的人，80万禁军教头，本身功夫也高，所以一看这种情况，我可不能善罢甘休，那是气够呛，上前呢一把就把这高衙内脖领子给蹬住，甚至把他都拎的两脚都离了地了。哎，上去就你吃雄心吞豹胆，你敢调戏我的娘子，我不打你个半身不遂啊！可是仔细一看呢，骂完了之后发现这人他认识，虽然不太熟吧，高衙内就高俅的干儿子。他这时候脑袋一想啊，高俅高太尉是我林冲的顶头上司，我要把他这干儿子打出好歹来的，那我这仕途不就完了吗？我惹不起呀。他一想到这个呀，脸色就缓和下来，这手就软了，把这高衙内就放下了。这高衙内一开始也害怕，我的妈呀，80万禁军枪棒教头，这比那罐子还大拳头，这一拳头打我不完蛋了吗？他也害怕，可是一看呢，林冲手软了，他心里有底儿了，哈哈，原来你也怕我呀！所以一来这个，马上他有底气了，冲林冲就喊：“林冲，你要干啥？你连我你都敢打！”把林冲就彻底给吓唬住。是啊，高太尉我哪惹得起呀？行啊，这个也没把我娘子怎么样，我就忍了吧，打碎牙往肚里咽，哎，忍下来吧。所以林冲一开始面对这个冲突的时候，他选择了忍让的方式。可是你这边忍了，高衙内那边的气焰可嚣张起来了，一看你不敢惹我，他接下来又憋着坏主意。这个时候陆谦呢想溜须高衙内，进而讨好高俅，他也是林冲的好朋友，这人缺德，他就出个主意，把林冲老婆骗自己家里来了，想让高衙内在自个儿家里调戏林娘子，结果被林冲发现了。
林冲就琢磨，我惹不起高俅，我还惹不起你陆谦吗？拿起刀子就找陆谦算账，把陆谦给吓着，跑到太尉府里躲起来了。这林冲拿着刀啊，就在高俅的府外啊，一等了3天，琢磨等你出来我就弄死你。可是你总这么晃悠，林冲这气儿就琢磨，哎呀，我这样让高俅看着怎么办呢？林娘子也劝他，行啊，这事儿过去吧，息事宁人吧，我也没吃着亏。所以林冲这边确实也没有什么办法，他拿刀也是一时冲动。你要真让他去杀陆谦，他也害怕。为啥？杀陆谦他吃官司了，美好的家庭，有前途的职业全都没了。所以这次呢，他又忍了。忍这2回，大伙儿可注意，林冲这个心态就发生变化了。为啥呢？你看咱们生活当中有些人呢，总被人欺负，被欺负1回忍，被欺负2回忍，时间长了他成习惯了，他就觉得被欺负和我忍耐都成为了一种习惯。所以你看后来林冲被高俅陷害了，拿着刀误入白虎节堂，结果发配沧州。道上呢押他的2个差人董超和薛霸，这2位啊就是个人渣。这2位呢得了高俅的好处，一道上欺负林冲，迫害林冲，一边给他洗脚，把他脚直接摁到滚烫开水里头，把他脚烫的都是泡。这个疼还不算，专门给他找一双啊粗麻编的那鞋给他穿。你想想，满脚都是水泡，还得穿这样的鞋，这一道得多疼。这就是林冲是个武把式，说白了抵抗能力强，抗击打能力强，也能忍疼，要咱们一般人早受不了了。所以你说林冲武功这么高，就这么2个人渣似的个小衙役，轻轻松松就把林冲给收拾了。为啥？林冲忍，说反正我也是发配沧州，我也认了这处罚了，你说我再把这2个解差给干倒了，我是不是前功尽弃了？我成了这个通缉犯了也不合适。所以他这时候又选择了忍。为什么？前面已经忍惯了，到这阵他觉得忍一忍了也就过去了，我3叩9拜都有了，不差这一哆嗦。可是大伙儿琢磨，这个忍字儿啊不好受。忍怎么写？心上边有一把刀，那一点就是那刃儿，就是说心字上头横着一把刀，它不好受。忍多数呢是迫于外界压力无奈屈服的选择。你想有哪件事你忍了之后自个儿高兴呢？没有。所以这发怒本身呢是一种负面情绪，你再用忍这么一种被动消极的方式对待，你的怨气在心里啊会不断的累积。鲁迅说过吗？不在沉默中爆发，就在沉默中灭亡。你最后憋不住了，一口气爆发出来了，那可就不得了。就像林冲后来上梁山让王伦一通欺负，他不也忍吗？忍到最后忍不了了，吴用再上梁山的时候挑拨啊，这个林教头啊，你不如何呀，不能伤了王统领性命。其实那时候林冲是忍到一个临界点了，本来王伦收留他，对他有恩，噌他把刀拔出来火并王伦了。为啥？就忍到一定程度，他实在忍不了了，脑袋一热也就不管不顾了。所以说这个是一种忍的后果，就最终造成更大的爆发，更大的祸事。第二种忍是什么呢？忍来忍去啊，没忍出别的，把自个儿憋屈出病来了。你包括林冲后来上梁山，听自己个哥哥，听宋公明的话，也是一忍再忍。忍在哪儿呢？这2败潼关3破高俅的时候，把高俅都抓上梁山了，这林冲就想报仇，宋江一拦着，他也没法报仇。最后林冲一憋屈，你书里写的是什么呢？中风瘫痪了，一直到病死。电视剧里边也有，林冲一看杀不了高俅，面对着哥哥还得忍，一口血喷上来死了。就说这些情节都说忍到最后，你如果不是大爆发杀别人引发祸事，就是把自己憋屈死或者憋屈出病了。而这一点我想咱们很多有生活经历的朋友会体会一点。咱们经常有那么句话叫做这个坏人活1000年，好人不长寿。有人说坏人呢有的运气好那没办法，说这好人你说净干好事他怎么还不长寿呢？有的英年早逝呢。我告诉大家，任何人心里头啊都有负面情绪，这负面情绪发泄不出去啊，在体内就容易造成一些个祸患。你比方说你作为一个好人，受人欺负了，被人整了，我要快意恩仇，我整他多痛快啊！可是想我是个好人呢，我不能干这恶心的事儿啊，我就憋着憋出病来了，憋出病的一大发癌症，然后就没了。所以咱们生活当中有时候你看到好人不长寿，什么道理？
和这个负气之后啊，忍耐憋着憋出病有关。所以咱们说这头一点呢，这个如果一旦呢你心里头有怒火，你要一忍到底，这个不是个办法。你时间一长啊，非弄出毛病，不是伤人就是伤己。那好，那有人说，既然说我不忍，我就把这负面情绪爆发出来，我只要受点气我就跟他干，我受点气我就怎么着，这个行不行呢？也不行。为啥不行呢？咱们再举个例子，你看啊，和林冲反面的是谁呢？武松，武二郎。我在这个老梁四大名著情商课发刊词里给大伙说过，说你看鲁智深一转身把过去事儿都忘了，可是林冲和武松一辈子都生活在过去阴影里。你看着这两人处理受气这个事儿的方式不一样，但是殊途同归。武松怎么处理受气的方式？林冲是一忍再忍，武松是一点也不忍。就是我只要受气了，我必须得发泄；我只要不爽了，我马上就得起来挥拳头或者拔刀。这个结果造成什么呢？自己越来越暴躁，越来越相信武力。就是你有点气受，你马上就报复，那你就会碰到什么事沾火就着，沾火就着，就根本无法控制自己暴躁的心态。你看武松在水浒里第一次出场，是他到柴进的庄园里避难。为啥避难呢？他跟他老家一个衙门口的一个公差发生争执了，武松说不过人家，一来气呢，我说不过你，咱俩打吧，动手吧，一拳就把人给打休克了。那时候人也没什么医疗知识，一看人躺地上休克了，就以为给打死了，给武松吓的，说我这不吃官司了吗？跑吧，就跑到这个柴进的庄园来了，避难了，一躲就1年。后来听说那人又给救回来了，没死，这才敢回到家。所以你看武松一开始就是几句话没说过，人家都来气，这点气他也不忍。那第二次呢，这就憋个大的了。他知道他哥哥武大郎啊让人给害死了，他回来本来呢他是都头，他想先到衙门告西门庆，发现根本告不动。说这个事儿呢，你那边你找人了，我得搜集证据，又找到何九叔啊，找到运哥这些人，一调查脉络清晰了，但是调查取证是非常困难。所以这时候一想，我堂堂一个都头，景阳冈打虎英雄，我哥哥人这么害死了，一来气他忍不了了，干脆吧，我自个儿动手啊，把这王婆潘金莲都给杀了，然后提着这人头奔狮子楼，这才有斗杀西门庆，最后把西门庆也给杀了。所以你看武松这个时候觉得走法律途径不行了，我哥不能白死，我干脆我把这些人都干了吧。所以你这个甭管说他这个事情合理性到底有多少，他这一次也根本没有忍。这个你看起来说武松不忍也对呀，那这自己哥哥死了能善罢甘休吗？在咱们就事论事说，就是武松任何受气的事在他这都不行，他都得要动手。而且这一次的暴力程度远远比当初一拳把人打休克了要厉害得多，连杀3命，而且是把这个王婆潘金莲，尤其把潘金莲给活剐了。就这个过程是很残忍的，就是这个时候他报复的手段是非常凶残的，这在客观上助长了武松这种暴躁的心理。然后第3次，咱们说这时候呢，刺配孟州城，接眼彪施恩呢想用他呢夺回快活林，才有武松醉打蒋门神。然后呢武松因为这个事儿啊被陷害，被市公安局局长张都监陷害啊，就后来把武松呢发配，弄到飞云浦这块时候呢，2个卸差就要杀武松。那这个时候武松呢没惯着，武功高啊，把这差人给一通收拾。这回掉过头来再回到孟州找张都监报仇。张都监张团练和这个蒋门神哥仨还以为武松已经死了呢，在张都监家里吃酒庆功。武松回来了，一看好家伙，跟你深仇大恨，把这3位都给弄死了。弄死也就罢了，这时候武松啊，他这暴躁的心理都有点变态了，挥起手中刀啊，都砍卷刃了，把张都监家里的上上下下10几口人都杀了，连厨子马夫全给杀了。杀完了还在墙上写杀人者打虎武松也，在他心里杀几个人跟打老虎也差不多，你们都畜生。所以后来金圣叹批水浒的时候呢，在旁边批了几个字啊，何其惨呢，意思是武松啊太狠了，下手太重了。所以你看武松前后这3次
一次受气也都没忍，结果一次比一次剧烈。所以你看，一开始武松把人给打休克了，害怕了，到后边他就不是这样，杀人对他来说根本不是个事儿，不在乎。所以武松每次都遵循自己本能，肆意去发泄，他感觉自己痛快了。可是他这一痛快呢，他其实把自己也变得跟野兽一样，凶性越来越大。那说到这儿，有人说老梁，你说这像林冲那样忍来忍去，也容易惹事儿，还容易把自己憋出病来。那像武松这样呢，有火就发出来呢，到最后还越来越残忍，越来越暴力，越来越暴躁。那你说这个事儿受了气了，我们就没有更好的解决方式吗？有。今天咱们既然说了如何熄灭你心中的怒火，就要给大家在情商层面好好出个主意。那什么样的处理方式是正确的呢？咱们先分析一下，你受气之后产生愤怒这个情绪，这个情绪是怎么回事呢？是动物一种本能，一种保护自己的本能。这个动物自身受到威胁之后做出的应激反应。你比方说，你那个侵犯了老虎的地盘了，老虎肯定要对你下手。你把你去捅马蜂窝，你把人房子都毁了，那马蜂肯定得蛰你。所以这个是动物保护自己的遗传基因决定的，因为你的行为威胁到它的生存，它为了保护自己生存空间就得攻击你。可能这马蜂蛰完你它也得死，但是这个时候整个族群呢却可以因为这种攻击行为活下来。所以这种愤怒它往往不经过大脑思考，是动物的一种本能存在的，就像兔子急了咬手，猫狗急了咬人一个道理，这是基因决定的。那么呢，我们人类呢经过进化呢，毕竟还是保留了从猿到人这个过程当中一些动物式的本能。所以就是你愤怒的时候，你跳出来，你客观想想是怎么着，是你动物本能在发挥作用。那么我们要解决这事儿怎么办呢？我告诉大家，它其实就是跳出来想一想，就是一受气我就要愤怒，就要报复，这个心态是什么呢？它是一种动物本能。但是人毕竟是高级动物，我们在进化层面已经超出普通的动物了，所以这时候我作为一个人，我怎么能跟动物一样呢？你要想到这个，很多事就想明白了。就比方说你因为这事儿跟人吵了一架，打了一架，如果你回头冷静想一想，你说我这事儿干的啥事儿？就这么点事儿，你说跟人打一仗，我值得不值得？这一瞬间就是你已经从自己身上跳出来了。但可惜的是呢，你这火没发泄完之前，你跳不出来，你还沉浸在动物式的报复当中。这个跳出来的过程在戏剧上呢叫监离，就是这个角色呀，他突然跳出这个角色，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对观众说你看我演这个这人怎么怎么样。这个很多学过表演的朋友都知道，监离是布莱希特体系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。就我演这角色，仿佛我从角色里跳出来，再评价我演这个角色。这是表演过程当中跟观众互动的一个很高级的一种形式。那么我们要用这种方式，你再想想，那不就是真出现这个事儿，你跳出来之后一想，我怎么跟个动物似的呢？我怎么把这动物本能拿出来了？那我这进化成人还有什么意义？你要能想到这个，你跳出来了，那你就会对自己的行为能够产生一种很大的反省跟检讨。说白了，这是什么呢？就是你把自己当成别人，你别当做自己。就如果你自己这事儿是别人的事儿，你看着你会有什么感觉？旁观者清，你马上就能清醒认识到自己的不对。咱们看朱时茂、陈佩斯那小品主角配角里边不就有吗？他俩之间互换，陈佩斯演这个正面角色，朱时茂演反面角色。结果弄着弄着呢，把陈佩斯给带沟里了。这朱时茂说：“那个你想让我叛变，白日做梦，我代表着为什么枪毙了你？”那边陈佩斯本来是演正面人物，马上又回到反面人物。我来的时候，皇军都告诉我了，怎么演着演他觉得不对，我是主角啊！这我是主角，就是我们刚才说这种监离，他跳出了角色，对这个角色本身的行为产生了反思。所以这个小品大家想想，这种跳出来，他就会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刚才那行为哪儿对哪儿不对。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遇到这种情况，希望你能从自己愤怒的角色当中跳出来，好好想想，这要是别人的事，你说为这点小事打一仗值不值？你要出气了，最后你自己呢，后果得自个儿承担。你说你这事不就等于是动物式本能吗？沾火就着吗？咱是个人，是个理智的人，还分不清利弊好坏吗？所以你这么一想你就会心平气和。
你就会对自己那些愤怒的行为感到自个儿瞧不起自己，你就肯定在今后就不会遇到这种生气的事儿你愤怒的不得了，一定要怎么动手如何的。所以我说，采用这样的方法，能够有效的熄灭心中的怒火，这才是真正的让3分，心平气和。